先我講人過69，三菜不挖，三地不去，三親不走。即係點啊？即係話人到69歲，有3種錢就冇使啦，三笪地方就冇去，三種親戚就冇去探啦。嚇，咪住先，邊3種錢唔使得啊？第一樣不義之財就冇使。咩叫不義之財呢？即係嗰啲用唔正當手段獲得，又或者係來歷不明嘅錢，例如話氹氹啊、偷啊、搶啊翻嚟嘅錢，就叫做不義之財啦。使咗呢啲錢，唔單止會內疚自責，日日擔驚受怕，仲會有損自己嘅陰德同福報啊，最終自食惡果。人生在世，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嘅良心啊嘛，使嘅錢都係要自己勞動所得嘅。咁呢啲不義之財，就算俾你得到，最終有一日都會還翻晒翻去嘅。咁尤其到咗60歲呢個退休年紀，如果仲去掂嗰啲不義之財嘅話，小心萬劫不保。正所謂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啊嘛。咁第二樣呢，唔係你嘅錢就冇使。唔屬於自己嘅財產，即係非己之財啦，包括借翻嚟嘅錢，屬於親戚嘅朋友，又或者係仔女嘅錢，仲有非正常利益得翻嚟嘅錢，都叫做非己之財。使人哋嘅錢就等於欠債一樣，終有一日係要還嘅。咁至於仔女嘅錢又點理解呢？嗱，其實到咗60歲之後，使仔女嘅錢係好正常嘅，但係如果過度咁樣揮霍啊，索取仔女嘅錢就唔應該啦。因為仔女其實生活都好唔容易啊！你睇又要供車供樓，又要養自己細佬哥，喺呢一個咁艱難揾錢嘅社會，後生仔女使錢嘅地方真係好多，壓力真係好大嘅。咁作為老人，雖然俾唔到啲咩支持，幫唔到咩手，但係都唔好成為仔女嘅負擔，等仔女可以盡情發展自己嘅事業，而唔係一味咁樣索取。仔女揾到錢咯，自然會孝順老人噶啦，係咪？咁第3種錢呢？冇先使未來錢，要剩翻啲。乜嘢叫做先使未來錢，先使明日之財呢？嗱，依家好多消費者都好中意超前消費嘅吓，但係對於老年人嚟講，先使未來錢嘅風險實在太大啦，還唔還得起都未知啊！尤其係買嗰啲乜金物金啊，或者係亂咁投資，唔單止經濟上有壓力啊，到時候一個唔覺意俾呃咗嘅話，真係連棺材本都冇埋。所以話到咗60歲之後，更加要合理管理好自己嘅財富，保護好自己嘅財產。畢竟60歲之後都冇咩工作能力噶嘛，係咪？咁樣就可以令到仔女少啲操心，咁樣先可以安享晚年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咁不去三地又係邊3笪地方呢？第一樣就冇去賭，日賭夜賭，三仔都冇件好。咁老年人打下牌活動下腦筋都係好嘅，但係如果太過沉迷，賭到屋企入飯又唔食，仔女點勸都勸唔掂，咁就冇必要啦。最終只會一次輸得比一次慘，連棺材本都搭埋落去，成為全家人嘅負擔啊！與其咁樣賭法，倒不如將呢啲錢攞出嚟去下旅遊，睇下大好山河，感受下晚年生活仲好過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咁第二個又係咩地方啊？風花雪月個地方就冇去啦。正所謂老拙殘精，陽衰福盡。人年紀越大，就越要珍惜自己嘅精氣，守住自己嘅精氣啦。咁樣先可以延年益壽噶嘛。尤其係年紀越大嘅，就應該越要避免去嗰啲唔符合自己身份同埋年紀嘅地方，譬如話風花雪月之地啊、棋牌室啊、酒吧，又或者係足浴店、按摩店之類嘅娛樂場所。呢啲地方雖然可以令人暫時放鬆，但係如果幫襯得多嘅話，只會勞實傷財，傷心傷身又破財啊，敗壞自己名聲就唔係咁好啦。咁你試想下啦，好唔容易先至捱到晚年噶嘛，但係偏偏就要學後生仔咁樣尋求刺激、尋求浪漫，甚至有啲老人家追求心靈上嘅寄託同埋安慰，唔理仔女、唔理家庭嘅反對，做出一啲為老不尊、荒唐嘅事，最終搞到身敗名裂、家庭破裂、晚節不保。你話咁樣係咪好唔抵啊？咁第3個地方呢？是非之地就冇去啦。其實有人嘅地方就有是非噶啦，但係有啲老人係好中意將自己家事講俾人哋聽噶，又中意八卦人哋嘅家事，打聽人哋嘅隱私，議論人哋嘅是非。嗱，偶爾八下都係好正常嘅，講兩句。但係如果沉迷落去，講得多是非，是非麻煩就會嚟嘅咯。
正所謂家醜不外揚啊嘛。你講俾啲外人聽，人哋又幫你唔到嘅。如果遇着啲搞屎棍嘅話，只會令到自己家庭不和。你話啱唔啱呢？咁三親不走又係邊三親呢？白鴿眼啲親戚就冇去啦。咁後生嘅時候可能會因為利益啊，又或者係親情嘅嘢，同一啲自己唔中意嘅親戚朋友來往。但係60歲之後就可以隨性啲啦。對於嗰啲勢利眼、見利忘義嘅親戚朋友，唔去嘅就唔去啦，以免俾人算計啊嘛。咁第二種有咩親戚啊？冇證啲親戚就冇去咯，去攞白鴿啊，講係喎，去攞白鴿啊，起少溫溫醬。要女人定轉面，無情無義反轉豬肚就係屎嘅親戚，就冇必要有太多交集啦。反正都到咗晚年生活啦，係咪？與其同佢哋有太多來往，倒不如自己一家人團結啲、瀟灑啲過日子，仲好過。咁第三種有咩親戚啊？因為講是非八卦，你哋冇去啦。你身邊有冇啲親戚係好中意八卦人哋嘅家事嘅呢？八卦你嘅收入，八卦你屋企嘅情況，八卦你過得好唔好？你越係過得唔好，佢好似就越開心咁噶喎。反正佢就中意八卦，中意理人哋嘅家事，中意搞屎棍，好少講自己嘅家事啊。今日可能同你講另一個親戚好，聽日又可能同另外一個親戚講你嘅壞話。咁人到咗晚年，呢啲親戚係咪好應該少來往呢？吓？咁當然啦，又唔係話到咗60歲之後就要認老咩都唔做啦，而係話到咗呢個年紀，應該要明白到有一啲嘢該做，有一啲嘢就唔該做，有一啲嘢應該要睇化嘅就要睇開啲啦，生活得灑脫啲，咁樣嘅晚年生活先至會幸福，先至會安樂噶嘛，係咪？嗱，今期暫時分享住咁多，到最後想問下你啦，你身邊60歲嘅人係點樣過日子，點樣享受晚年生活嘅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